The deadline for a trade deal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fast approaching. So what is the potential impact on equity markets if there is or if there is not a deal? With me here is Jacky He. He is Client Portfolio Manager at TD Asset Management. I mentioned it's been the big focus of the markets. I think it's all the markets have really focused on the past little while. Do you expect to see some sort of deal? 坦白讲呢，现在还不好说。但如果中美双方的领导人决定最终坐到一起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最终达到一个阶段性的协议可能性会增加。比如说中国同意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开放更大的市场，而美国方面呢，可以在关税的层面上给予更大的弹性。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觉得和以前不同，我们发现中美之间现在对核心问题的表述越来越接近，这是一个好事。因为我们在解决问题之前呢，首先要知道我们具体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我们要看过往的这个中国媒体大多数的报道都停留在这个贸易的层面上，而对这个其他的美国更关心的核心问题呢，讨论的比较少，这就造成双方民众之间的一些不理解和这个各说各话。但现在我们看到大家对核心问题上有了一个共识之后呢，就相当于对离这个最终解决问题更近了一步。但是长远来讲，不管这次有没有协议呢，我们认为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又合作和由此导致的这种摩擦呢，是长期的，也是不可避免的。Part of the reason this has been so protracted is it's complex. You hav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wning or being those Chinese companies. You have IP protection. Do you expect those to get resolved? 正像你说的，这些问题呢，其实是最难解决的，也是美国更关心的问题。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到媒体呢都叫这次摩擦为这个贸易战，我觉得好像叫这个科技战更为贴切一些。但在这个科技战里呢，一些问题呢是有谈判的空间的，另一些问题呢空间就比较小。In this tech war or more broadly, where would you say is the common ground, and where are the two parties really far apart? 好的，举例来说，如果说我们看这个IP protection 就是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中美之间呢对这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共识，都想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也看到具体的中国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进步。1月1号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的最高法院呢成立了这个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庭，这是美国希望看到的。我们也看到中国有这么一个叫外商投资法的草案呢，中间加入了一条是严禁行政强迫技术转让。这也是美国希望看到的。那当然也有一些美国不希望看到的事情，比如说像你说的，美国觉得中国过度的补贴国有企业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央政府呢还在强调要做大做强国企和做优国企，这明显和美国不在一个频道上。但我们要了解的一点呢，是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之上的。拿国企来说的话，即使在90年代后，国企的角色呢已经有一定的弱化了，但它现在依然代表着1/3的 GDP， 代表着这个2/3的对外投资，代表着1/5的就业市场。所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So there's a lot of complexity, there's a lot of history in terms of how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evolved, which are at odds. I guess the question is, from a market perspective, what if there's a deal that optically looks like it's less than expected? What do you think is going to happen? 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如果真是一个全面的，假如说我们全面的贸易战爆发了的话，对双方都不是好事。对中国的影响呢，可能更多集中在这个高科技的行业；对美国的影响呢，也不容小觑。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许多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在中国在2001年加入 WTO 之后，美国的这些公司的运营的利润率大幅增加，现在增长了38%，已经接近了历史的高点。这得益于美国的这些公司呢，可以把他们一些低附加值的工作呢外包给中国，然后自己专注在这些高附加值的工作上，这让美国的公司更有竞争力，而且越来越盈利能力越来越强。如果我们要打破这个全球供应链的这种关系的话，对美国公司的这些盈利能力和他们的现金流自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话又说回来，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也不是世界末日，所以先别害怕。So whether there's a full-blown trade war or not, we probably can expect both the U.S. and China to do certain things to prepare themselves for the kinds of trade issues they're going to have. 是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25%的关税好像很高，但现在其实是比现在的这个10%的关税增加了15%。如果说中国政府可以把人民币的汇率降低5%，
中国的企业又有能力把这个成本呢再降低5%，那下面剩下的只有5%需要这个美国的企业去消化。美国企业如果把这5%再转嫁给消费者来说的话，并不是一个天大的事儿。举个例子来说，有人会问我5岁的女儿说，你的课外活动都有什么？我女儿可能会说有这个游泳有体操还有一元店。一元店呢，是因为我确实带他们去一元店去奖励他们努力学习。但假设这3月1号之后，这一元店突然变成了1元2毛5店，我还去不去呢？当然我还是会去的。So where does this going to leave investors? Because as much as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s it shouldn't change behavior so much, at least with your daughter, there's still a lot going on. And so as an investor, like, what do I do? 是的，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先，我们看到即使在冷战的时期，美国的股票呢依然提供一个非常可观的回报。只要投资者有一个这种长期投资的这种观念呢，投资理念，而不是短期这种炒作投机的理念呢，就可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投资回报。我们关注的呢，作为职业投资人，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这种确定性。确定性对我们来说就是优质的公司和优质公司的股息。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强生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非常强劲的资产负债表，非常稳定的自由现金流。如果我们要看它的信用评级呢，比美国政府还要高，3A 的信用评级。更值得我们喜欢的呢是，在过去的56年来，强生公司一直每年不间断的增长它的这种股息。这非常重要，什么概念？就相当于比中美建交还要早16年。也就是说，这半个世纪以来呢，我们发生了许多市场的起起伏伏，但强生公司没有一次停止或者是延期自己的股息，而且还是每年不停的增长股息。这就是我们要投资的优质的公司，因为它不管股价如何波动，投资者呢都能得到一个长期的增长的股息收入，并且能参与公司长期的增长。Johnson & Johnson, a good name, everybody knows it, but just play devil's advocate. What do you need to watch out for with that name too? 最大的风险呢，我们觉得可能是在美国的政府层面上。如果美国突然决定要这个限制要价的话，对强生这种公司的现金流和它的盈利能力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目前来看呢，它的现金流还会持续支持公司增长股息。Jacky, 谢谢你。谢谢。